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蒜。今天这集我来呛爆彰化。也不是说呛爆，只是我觉得很多彰化人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可能会很生气，所以请斟酌观看。作为一位在彰化生活了快20年的人类，或者说一颗大蒜，今天这集我就来好好聊聊我对彰化的一些意见。以下我将从3种角度切入探讨，分别是环境、交通跟发展。首先环境的部分，在这之前，我想要问荧幕前的观众一个问题：大家知道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是哪里吗？台中吗？还是高雄？答案是彰化。IQ Air 发布了一份报告，报告当中展示台湾地区空气品质最差的城市是彰化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份图表，就知道彰化的空品有多么糟糕。这样数据也可以反映在彰化县的肺癌死亡率上。彰化县的肺癌死亡率已经好几年全国第一了，这跟彰化地理位置有极大的关联。彰化北部的台中有火力发电厂，南边的云林则有台塑六轻。在这2大根烟囱的包围之下，彰化的天空再没有干净过，这就是我的鼻子过敏永远都好不了的原因。所以口罩在彰化眼都绝对是个标配，这样我平常没戴就是了，毕竟我不需要活那么久。讲完冷冰冰的科学数据，我这边想要分享一下我走在路上的经验。每次我走在彰化的路上，我都会看到一些垃圾，大型垃圾比如说纸箱，小型垃圾就是保特瓶或烟蒂之类的。然后我去走乡下产业道路的时候，还会看到地上有一条条被1:0机画出来的泥土块，我每次骑车的时候都要小心避开，不然如果压到的话，我就会整个人摔田里面变成兵马俑。说到骑车，我们接下来进入第2个部分，交通。我在去年9月考骑的驾照，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快1年了。这1年来为彰化的交通环境气到，同时也是我想拍这部影片的原因。每次我在彰化骑车的时候，不管是彰化市鹿港和美溪或20花坛等地方，我都有被马路3板敲差脑溢血时刻。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彰化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关系。首先是转弯，首先我在彰化马路上已经很老到带转格了。这边顺便跟我的20观众介绍一下我们台湾独步牛交通设计，2段式左转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的交通部认为我们机车只会左转太危险，所以在路口画设带转格，机车如果要左转，要先靠右骑到带转格里，然后再等一个红绿灯的时间才可以完成左转。这部影片姑且不讨论这种事就有多反逻辑。再来说，都是过路口后再转弯，但我每次在马路上都会遇到那种3宝直接给我45度角切过去，这是我个人认为继高雄市左转之后最危险的左转方式。彰化马路就是会出现一大堆不会左转的3宝害人。再就是道路设计的部分。我在彰化马路上已经很少看到机车了，我觉得很棒，该称赞还是要称赞。但是有一些地方，明明马路又宽又直，速限就给我设60，其他像是违停之类的交通乱象，我这边又不一一赘述了。毕竟我所讲的问题在其他县市也会出现。这边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观察，我发现彰化很多聚落的道路规划比我私生活还要乱，我想这很有可能是彰化交通乱的其中一项因素。终于聊到这个部分的发展，前阵有个新闻，彰化要升格人地纪录，然后就在宣布不久之后，彰化的人口就呈现负成长，跟最近的台股一样。许多彰化人移居到台中，由此可以看出彰化的发展其实挺令人堪忧的。虽然未来有中国百货进驻，加上20科学园区会吸引到科技企业投资，但我个人认为彰化的推力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地形环境。彰化现在全国薪资最低的县市，不管是平均数还是中位数，皆是如此。彰化根本就是台湾版的印古式共和国。讽刺的是，彰化原来还被称为做富豪乡镇。所以总的来说，彰化就是一堆惯老板的地方，这个形象去网络上找都可以随便找得到。当然还有其他因素，比如人口老化、渔业场所不足等等，都是造成彰化人口外的因素。但是说到彰化的发展，如果我的寿命允许的话，我个人还是最期待终结绿线延伸彰化。因为我第一次在高雄搭过捷运之后，我就发现捷运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大众运输工具，但彰化是不是盖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最后来说结论的地方，我从环境、交通与发展来表达我对彰化的想法。这部影片可能会很惹毛很多彰化人，但我想要说的是，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。同时，我也想借由这部影片来表达我对一个我生活快20年的家乡的一些感想。不管有哪个党执政，我都希望彰化能够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进步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我大蒜香味影片，拜拜。